电诈手段有多恐怖？只需要一个东西，电诈分子就能够用一台电脑操控上百个手机号码同时工作。手机卡所在的位置和犯罪分子实际所在的位置完全不同，甚至还能全国四处移动。这里是知识 TNT。2023年初，小刘从老乡那里得知有一份睡着觉就能够挣钱的差事。随后在老乡的教授下，他按照要求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二手的设备。之后，小刘按照要求就在一家酒店里开了房，同时把那个设备和酒店的网络连接了起来。在此期间，老乡还告诉他，如果有人查房的话，就说是酒店的试睡员。就这样，小刘一切按照要求操作，不久就收到了上线给他发来的酬劳900元钱，还真是躺着就把钱赚了。小刘于是把这种好事又告诉了另一位朋友小李，两个人在2023年2月又来到了苏州。就在小刘他们来到苏州后，当地一个年轻的白领小陆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显示为本地的来电，对方声称是某网络贷款平台的客服，因为贷款业务的利率有问题要进行调整，所以让小陆将该业务关闭，否则就会影响到小陆征信。联系期间，对方要求小陆向指定账户里转一笔1.5万元的钱，说这是虚拟转账，钱并不会被转走。小陆没有怀疑，因为期间确实没有输入转账密码，但是在提示操作的过程中，他被要求进行了人脸验证以及验证码的输入。接下来，对方如法炮制，让小陆把其他借贷平台的金额全部取出来转到指定账户。等一切操作完毕后，小陆才发现刚才操作借出来的近10万元都没有在自己的卡里。小陆意识到被诈骗了，便立刻报警。警方经过调查后，立刻锁定了号码是从苏州一家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拨出的。当警方敲开房间门的时候，发现了小刘和小李。小刘还想狡辩自己是试睡员，不过警方很快就发现了那个黑盒子还有网线。经过调查，通过黑盒子拨出的号码中就有一个是小陆的，而那个盒子就是一台诈骗用设备。这种设备就是 GOIP 或 VOIP， 可以让诈骗分子进行遥控操作，这样拨打电话可以让受害人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是本地的，而且诈骗分子和拨号设备分开运行，它们更利于隐蔽。2022年初，楚雄州一位年轻的妈妈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她购买的母婴用品存在质量问题，可以进行退赔处理。按照对方提示操作后，她却发现被骗了近3万元钱。警方接到报案后发现，那个打来的号码以及其他几个号码近期都频繁出现过在一台设备上使用，而且该设备还在四处移动。经过调查，警方最终在玉溪澄江的一辆汽车里找到了该拨号设备，2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但是和苏州警方抓获的小刘他们一样，这些带着设备到处跑的人并不是真正负责诈骗的犯罪分子，而那些负责打电话诈骗的人都是躲在境外进行遥控操作的。GOIP 和 VOIP 都是虚拟设备，但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要是用来拨号的，可以同时让上百张电话号码运行。另一种设备 VOIP 可以通过远程拨号实施诈骗，可以更改号码的显示，从而隐藏真正的位置和目的。根据近年警方侦破案件的统计显示，全国各地都有被犯罪分子使用的设备，比如在辽宁，警方就从沈阳、鞍山多地打掉过这种设备。一台设备只要架设成功，每天的呼叫量就能高达6400次。讽刺的是，许多在国内帮助诈骗分子架设设备的工具人，很长时间居然连钱都拿不到。根据一位被抓的犯罪分子此前交代，诈骗分子向他们承诺每安装一台设备给500元，但实际上到最后，有些帮助诈骗分子的人成了彻彻底底的冤大头，每月连5000元都拿不到。为了躲避警方的追踪，他们还得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果是一个小县城甚至乡镇，每天的电话量并不多，如果突然出现很多电话号码，肯定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但是只要一台设备稳定运行起来，那就是诈骗分子的摇钱树，因为设备插上电就能运行，日常根本不用操作管理。国内这些被遥控的安装人员，只要定期去更换手机卡即可。他们会定期把警方锁定的号码换掉，换成新的电话卡，就能继续拨打。而对警方来说，这类设备运行是人机分离，甚至诈骗分子能远程操控将证据毁灭，对打击和取证来说都增加了难度。小刘在老乡的授意下，把一个黑盒子
子带到酒店就获得了900元的报酬，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诈骗的帮凶。这个黑盒子叫 GOIP 设备，过去是通信运营商和跨国公司使用的集中呼叫系统，现在有了新的技术，这类设备就被淘汰了。而诈骗分子恰恰是看中了它的批量拨号以及模拟号码的特征，从而成为他们的工具。就生产来看，该设备主要在深圳和杭州生产，相关企业也很少，而且从2020年开始，国内的设备商已经停止了国内业务的生产和销售。此外，工信部此前就已经不再给这些新设备入网许可，所以诈骗分子使用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前期已经流入市场的二手设备。这些二手货的入网许可基本上都是骗取和盗用的。而且在网上，目前销售这类设备的店铺商家依然很多已经形成了地下产业链，甚至可以利用旧的设备仿制生产出新的产品。这些没有纳入监管范围的产业都形成了庞大的黑市与二手交易市场。比如在2021年的打击行动中，警方查获的 GOIP 设备就超过了1万台，网络黑号超过了1000万个。可见，光靠警方从终端打击治理是不行的，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比如在技术层面要进行源头管控。犯罪分子在买到设备后，首先就是更改了设备码，这是为了躲避接下来的追查。因此，有人建议源头生产时可以生产成不可更改的设备码，一旦不能更改，该设备被定位后就能将其查封，它也就无法进行拨号了。此外，设备中如果加入了追踪定位系统，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其不会落入到犯罪分子手里。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国内的一些正规设备商已停产，大量的设备是在黑市流通且经过改造的。未来技术上该如何进行监管，还需要多个部门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才行。而对普通大众来说，防范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电话那头所说的一切，不管是陌生号码还是看起来比较熟悉的号码，一旦接通，不管对方说的是什么事情，都要留意多求证几遍。同时，不轻易在电话中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管是身份信息还是银行卡信息，这些特殊的信息轻易透露出去就会增加不必要的风险。总之，提高警惕的本质就是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说辞，不管对方的身份是什么，只要是电话沟通的，多留意多核实，不会有坏处。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